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惊险电影？竟然让一架满载乘客的波音737直接超越了它前方的波音747，导致这架波音747只能被迫下降高度。那为何这架波音737会做出如此危险的操作呢？只因这架波音747客机已经被一群恐怖分子劫持，并且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五角大楼。不过被劫持的客机上并没有乘客。为了防止911事件再次上演，将军决定直接用导弹或者战机炸毁这架客机。可下属却说他们的作战系统1小时前刚被病毒入侵，现在无法操作。很快恐怖分子头目就发来了视频通话，原来病毒入侵他们的系统也是这帮恐怖分子所为，目的就是要挟美军从乌克兰撤离，不然就会命令手下将劫持的飞机撞向白宫不远处的核电站，而且只给了他们60分钟的时间。通话刚结束，他们就发现那架客机已经到了巴尔的摩上空，时间紧迫，他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可现在系统被入侵，他们的战机也无法起飞，地对空导弹系统同样不能辅助瞄准，这下他们又该如何是好呢？手下提议他们可以发射肩扛式导弹，前提是客机必须下降到5000米以下，这才能进入到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为此，将军让他查一下被劫持的客机附近有多少其他航班，结果他只查到了只有原星航空公司的117航班，而且机长以前还是开战斗机的，以及乘客内还有一名多年经验的空警。得知情况后，将军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立即让手下接通117航班的机长。将军表明自己的身份后，直接说出了事情的经过以及他的想法。虽然刚开始机长还是有点犹豫，但考虑到恐怖分子袭击的是核电站，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那架被劫持的客机，机长通知完所有乘客后，马上开始行动。先将飞机快速拉升，飞到那架被劫持的客机上方，然后再次下降高度，飞到他们前方。这把恐怖分子吓得连忙下降高度。就这样，经过几分钟的时间博弈，被劫持的客机很快就下降到5000米的高度。将军见目标已进入射程范围内，立即让早已等待多时的士兵发射导弹。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导弹最后竟然只是在客机前方擦边而过，顿时吓得恐怖分子差点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很快，机上的乘客就发现被劫持的飞机没被击中，而且正准备改变航线。有着多年经验的空警马克立马有了主意，他迅速找到机组人员，表示他之前见过有人同步导航系统将失去航向的飞机带回到机场，现在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控制这架客机。不过机组人员还是头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操作，只能让马克亲自来操作试试看。马克在连续操作2次后，终于将对方的客机绑定在一个操作系统内。接着2架客机开始慢慢同步，恐怖分子这边也很快感觉到他们的飞机失去了控制，无论他们如何操作，飞机都没一点反应。但他们操作没多久就意识到肯定是旁边的客机通过导航系统控制住了他们，可一时间他们又不知道如何解除绑定，只能任由他们将飞机带到一处迫降地点。眼看飞机即将降落，危机时刻，这名恐怖分子竟然直接关掉了飞机上的所有系统，导致飞机开始自由向下坠落。很快机长这边也发现恐怖分子那边的情况，知道他们是想通过重启系统摆脱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机长也毫无办法。恐怖分子这边经过60秒的自由坠落后，再次迅速打开系统，然后开始紧急拉升。就在飞机离地面只有6米半时，他们竟然成功将飞机拉起，而且还摆脱了机长他们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恐怖分子真的将客机撞向核电站，那他们会感到无比自责。于是他们又想到了一个从未尝试的办法。马克走到乘客舱后，与所有乘客说明了情况，表示绝不能让恐怖分子的计划得逞。等会他们会将飞机飞到恐怖分子的上方，让空姐先将餐车装满东西，然后又叫来了几名乘客等下配合他。当客机成功来到恐怖分子上方后，马克竟然直接打开了飞机的舱门，同时快速让其他人将餐车推了出去。原来他们是想用餐车来击中下方飞机的引擎。这种操作看似很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结果确实也没被击中。接着他们又来了第2次，没想到这次还真的被他们击中。很快恐怖分子这边就出现了颠簸，得知有一台发动机被击毁住，恐怖分子立即将那台引擎的电路关闭。飞机总共有4台引擎，就算现在坏了一台，依旧不影响他们正常驾驶。同样，马克也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于是又开始让人推出餐车。这次没想到击中了飞机的机翼，导致飞机开始不受控制的改变航向。这下恐怖分子应该很难将飞机开到核电站了。